全世界的资本家会用尽一切手段，千方百计地阻止你看到这条内容，因为你一旦清醒，社会规则就管不住你了，那些把你牢牢锁在底层的隐形陷阱也将随之失效。今天我就斗胆揭开这4道隐秘的贫穷陷阱，它们环环相扣，步步为营，每一个都在不动声色地掏空你的财富和未来，把你死死地摁在底层，无法阶级跃迁。你有没有隐隐觉得某些无形的力量正在阻止你变富有？没有发现身边那么多人明明很努力，却始终摆脱不了贫穷？如果你也发现了，那么恭喜你，你正在逐渐清醒。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发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现象，全球 80% 的贫困人口，其困境并非偶然，而是一套精密系统的杰作。美国作家芭芭拉曾潜入底层，化身餐厅服务员、酒店清洁工，1年后得出颠覆性结论：穷人无法翻身，往往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，而是有4道看不见的高墙被悄然筑起，将普通人牢牢封锁在底层。第一个陷阱，奶头乐陷阱，用廉价快乐废掉你的时间与思考。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，当时美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，底层老百姓的怨气快要爆发了，政客们害怕爆发社会动乱，就想出了一个毒辣的办法，用便宜的娱乐麻痹大众，什么电子游戏、电视节目、脱口秀，就像给婴儿的奶嘴一样，能让人获得短暂的快乐，但是没有任何营养价值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些娱乐会让人上瘾，让人沉浸在虚假的满足中，忘记思考现实问题。到了今天，奶头乐陷阱变得更加隐蔽和高效，短视频、手机游戏、直播带货，每一个都是精心设计的时间黑洞。有调查显示，低收入群体每天刷短视频的时间比高收入群体多出1个半小时。你想想，一个人如果每天花5-6个小时刷短视频，剩下的时间还够学习，还够提升自己吗？资本就是让你沉迷在这些廉价快乐里，永远没时间思考如何改变命运。更狠的是，现在连孩子都被这套体系绑架了。很多家长为了图省事，直接把手机丢给孩子，让他们从小就沉迷在游戏和短视频里。这些孩子长大后，思维能力、专注力都被严重削弱，很难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。第二个陷阱，老鼠赛道陷阱。你所谓的奋斗，可能只是无效狂奔。这个概念源自《富爸爸穷爸爸》，就是说一个人拼命工作赚钱，然后用赚来的钱支付更高的账单，为了还账又要更拼命工作，就像笼子里的老鼠，跑得再快也只是在原地打转。但是现在的情况比书里描述的还要恶劣，因为无底线的内卷，很多人的工资被压缩到刚好够生存的水平，每个月工资到手，付完房租水电，买完生活必需品，基本就所剩无几了。更要命的是，工作几乎占据了所有时间和精力，早上7点起床，晚上10点到家，周末还要加班，这样的生活节奏下，哪里还有时间学习新技能与拓展人脉，寻找机会？你看那些写字楼里的白领，表面光鲜亮丽，实际上和几十年前的工厂女工没什么区别，每天重复着机械化的工作，收入刚好够维持基本生活，但是永远存不下钱，也接触不到能让自己跨越阶级的贵人和机遇。这种陷阱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它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，觉得自己很忙很充实，好像在努力奋斗，但实际上只是在做无效的勤奋，永远无法积累真正的财富和资源。第三个陷阱，肖申克陷阱，被驯化的灵魂彻底失去突围的勇气。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中有个叫布鲁克斯的老头，在监狱里待了50年，已经完全习惯了被灌输被安排的生活。当他重获自由后，面对外面的世界反而感到恐惧和绝望，最终选择了自杀。
现实中有太多人就像布鲁克斯一样，他们长期处在一个固定的环境里，按照既定的规则生活，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和主动选择的能力。当环境发生变化时，他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几年高速公路取消人工收费站的时候，有个大姐当了30年的收费员，面对镜头痛哭流涕，说自己除了收费什么都不会，不知道以后该怎么生活。这种陷阱在各行各业都存在，很多人在一个岗位上待了10几年，看似经验丰富，实际上技能单一，思维固化，一旦行业发生变革，他们就会被无情淘汰。更可怕的是，有些人明明察觉到了危机，但是因为害怕改变，害怕未知，宁愿继续待在舒适圈里，直到被现实狠狠打脸。第4个陷阱，垃圾桶陷阱，让你把钱扔进身份象征的深渊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月薪3、4千的同事，手机却要用最新的苹果；喝咖啡一定要去星巴克，买衣服非要买名牌，明明收入不高，消费却比中产阶级还要高。这并非偶然，而是资本通过广告植入的心理骗局，让普通人相信你买什么你就是什么阶级的人，喝星巴克的都是精英，用苹果手机的都是成功人士。于是普通人为证明自己不属于底层，不惜代价购买那些昂贵的符号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消费观念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什么欠自己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一生只有一次的奢华婚礼，这类口号正不断合理化透支未来的消费。数据显示，中国有近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，奢侈品消费却高居全球第2。太多人用未来的钱买了根本赔不上的。现在这4道陷阱正如4把隐形的锁，消费主义掏空你的财富，娱乐至死，吞噬你的时间，老鼠赛道榨干你的精力，舒适圈禁锢你的思维。那我们该如何破局？以下4点请牢牢记住。1. 专注是这时代最稀缺的能力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能够保持专注就是超能力。那些成功跨越阶级的人，无一例外都有超强的专注力，他们能够抵制诱惑，长期坚持做一件事。建议大家每天固定1到2个小时的时间深度学习，关掉手机，远离一切干扰，专心学习一项有价值的技能，哪怕每天只进步一点点，1年下来也会有质的飞跃。2. 用思考替代低效勤奋，摆脱低效的勤奋，养成思考的习惯。很多人把忙碌当成努力，把加班当成上进。但是真正决定一个人命运的，不是工作时间的长短，而是思考的深度。每周至少安排1次深度思考的时间，回顾自己的工作和生活，分析哪些是有效的，哪些是在浪费时间。思考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，未来的方向在哪里。多读书，多学习，多和优秀的人交流，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，要主动去了解不同行业、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机会，拒绝困在信息茧房。3. 主动打破舒适，从小的改变开始，迈出勇敢的一步。改变永远是痛苦的，但是不改变会更痛苦。不要等到被迫改变的时候才行动，那时候往往已经来不及了。从小事开始改变，比如学习一门新技能，结识一些新朋友，尝试一份新工作，每一个微小突破都在为未来的跃迁积蓄力量。4. 清醒消费，识别需要与想要。每一次掏出钱包前，问自己3个问题：这是必需品吗？它能带来实际收益吗？没有它，我的生活会受影响吗？真正的富人从不依赖外物证明自己，他们专注于资产增值。请记住，这世上只有2种人，被环境塑造的人与主动塑造环境的人。前者终成韭菜，后者才能主宰命运。陷阱虽可怕，但清醒的头脑与坚定的行动足以撕破一切困局。
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从现在开始迈出第一步。